俊秀青年和紫发美妇互看了一眼之后，微微一笑，同时轻拍了一下手掌，顿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广场外传来，甚至连地面都有些轻颤了起来。这一下，一些人不禁大感惊讶，急忙随声望去，只见从广场的两侧各走进来一对2丈高的巨大铜人，每对铜人共有8只，浑身金光闪闪，抬着一个巨大的木架缓缓向中心走去，而木架上隐隐搁置着什么庞然大物。当木架一步步被铜人抬至了祭坛前，并稳稳地放下，随即在沉稳地看清楚上面之物后，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只浑身青光的野牛般妖物，一只盘旋数圈的雪白巨蟒，体积均是如同小山般巨大，但全都是在木架上昏昏沉沉神志不醒的样子。不光如此，仅凭这2只身上散发的妖气，在场之人就判断出来，这还是2只7级顶阶，即将迈入8级妖兽的可怕存在。怪不得即使2位大仙师也要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才能生擒活捉。这一只清风牛和冰甲蟒也算是蛮荒异种了，正好符合祭奠之用，但能否真将圣兽分身借此留在人界，还要看一族的机缘了。下面祭祀开始吧。银袍女子目光秋水冷清地一扫在场之人，口中不慌不忙，随后一起玉手冲木架上的某只巨兽轻轻一挥，一捧银丝从玉手中激射而出，瞬间化为了上百道银索，一下将此妖兽捆得结结实实，然后银光闪动，巨牛庞大的身躯轻轻浮起，往祭坛处慢慢移去。此刻原本昏迷不醒的青牛却苏醒了过来，一见此景，顿时心知不妙的浑身颤抖，想要挣扎而起，但是身上早被下了数种极其厉害的禁制，外加上那上百道银链困束，又怎能动弹分毫？只能惊怒之极的目睹自己被悬浮移至了祭坛之上。他张口想要大吼什么，但是口中却无声无息，任何嘶鸣之音都无法传出。银袍女子腰肢一扭，蓦然转身面对祭坛，银袖一甩，一团拳头大的青光从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后停留在了青牛庞大身躯之上，竟是一只被淡青色火焰包裹的迷你小鼎，滴溜溜转动不停，显得神秘莫测。此女2手掐诀，悦耳的咒语声从坛口中缓缓吐出，青焰高涨，小鼎渐渐开始变大，化为一只丈许高的古鼎。若是韩立在此见到此幕，恐怕立刻会惊得目瞪口呆。除了顶上附带的火焰外，此古鼎竟然看起来和虚天鼎有8、9分相似，同样的造型，同样的花鸟虫兽等图案，实在是不可思议之极。天蓝圣女口中咒语声渐急，忽然伸出一根玉指冲此鼎一点，顶盖为一道青光腾空而起，随后灵光刺眼夺目，一片亮晶晶轻纱从鼎中飞射而出，化为了点点星光，罩住了祭坛上空，让人凝望之后不觉陷入如梦如幻之中。银袍女子见此，咒语声一顿，冲祭坛上绑缚妖兽的细链一指点，灵光一闪，银丝还原为了细丝，往妖兽身体中一勒，如同上百把刀刃同时切割而下。清风牛竟活生生地被分解成了上百份，血腥之气瞬间充斥了整个广场。就在这时，轻纱如同银河落下，往祭坛上密密麻麻地一落，顿时妖兽尸体上覆盖了一层青光，所有沙粒忽明忽暗，仿佛在吸食血肉一般，让人有些毛骨悚然。一团碧绿光团从妖兽尸体中出其不意地飞遁逃出，直往空中激射而去，正是清风牛的苦修多年的元神。但无数青芒从祭坛上激射而起，如同强弓硬弩一般，眨眼间就将光团从空中击落，然后轻纱一涌而上，就将妖兽元神淹没在其下。偌大的妖兽血肉
仅仅一顿饭的功夫后，就彻底化为了乌有，连一根残骨都没有剩下。而吸食了血肉的轻纱重新飞升到空中，每一粒都隐隐泛现出了血色。见此一幕，银袍女子面色不惊，又从那只白色巨蟒一挥手，银丝化炼的同样将此兽捆缚个结实，无声无息移到了祭坛之上。经过一般无二的血祭之后，轻纱在一连吸食了2只7节妖兽的精魂血肉，彻底化为了一团血云，悬浮在祭坛上空一动不动。银袍女子此刻又用法诀一催巨鼎，一阵嗡鸣，此鼎缓缓落在了祭坛之上。开始召唤圣兽，2位助我一臂之力吧。银袍女子扭手对着身边的青年美妇，带着一分恭谨说道：这个自然，我等会尽全力。那名清秀青年微微一笑，从容说道，紫发美妇也是抿嘴一笑。银袍女子点了点头，两手一抬，十指连弹，一道接一道的法诀穿向了四周法阵中飞射而去，瞬间各处同时亮起了灵光，法阵运转了起来。祭坛上巨鼎在和下方法阵呼应一般，同样一暗一明，闪动着青色灵光，顶上所带的火焰此刻却显得有些微弱起来。女子走上半步，微扬玉颈，口中响起了晦涩的咒语声。这一次，一侧的2名大仙师同时伸出一只手掌，搭在了此女的香肩之上，精纯的灵气缓缓注入此女体中。此女浑身银光闪动，额头上一个牛首角身的古怪图案慢慢浮现，两手一合再一分，2道精纯灵力化为光柱从手心处喷出，击在了顶上。此顶滴溜溜的旋转不停，将这些白光尽量吸收其内。接着突然从中喷出了一片青色光霞，刹那间汇聚成一颗头颅大小的光球，不断往中间挤压凝聚，刺目之极。银袍女子见此情形，脸色凝重起来，手中喷出的光柱开始忽细忽粗起来，似乎在操纵这顶中的霞光。身旁的清秀青年和紫发美妇同样不敢怠慢，灌注在天蓝圣女身上的灵力一刻不敢停下。时间一点点过去，光球越发夺目耀眼，并开始发出了刺鸣之声。此时法阵四周也共鸣地射出了5色灵光，不停地飞入光球之中。银袍女子目中神色更加谨慎，咒语却是越来越低起来。一顿饭的功夫后，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光球一缩一胀，爆裂了开来。一轮青色骄阳瞬间升起，但又一闪即逝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鸡蛋大小的青蒙蒙光洞浮现在了原处。但此孔洞也只出现了片刻，也就溃散消失了。而就在这片刻功夫，一道翅膀从中激射而出，一头扎进了空中的那一片血云之中。悬浮的血沙如同见到了磁石一般，马上一扑而上，将翅膀死死包裹其中。一只直径尺许大的血茧立刻成型，并可清楚地看到血茧内部有东西蠕动的样子。四周的那些突兀人仙师此时个个看得目瞪口呆，而银袍女子却默不作声，一点巨鼎，大片青丝席卷而出，一下将血茧从空中拉入了其内。接着一道光虹从天外飞来，将巨鼎盖得严严实实，青色火焰高涨2-3丈，将巨鼎淹没在其中。祭坛下的法阵灵光闪烁下，也开始聚集起惊人的灵力，往青焰中缓缓注入。天蓝圣女这时才真正大松了一口气。仪式还是比较顺利，但是否真能将圣兽分身留下，还要等1个月才见分晓。但毫无疑问，即便圣兽分身还无法久待人界，但这次滞留7、8日的时间绝对没有问题的。这短时间足以借助圣兽神通找出那名外族人的。下面诸位道友可以回去休息了，一等圣兽重铸灵身完毕，我和2位大仙师就会亲自带队去捉拿那位外族人的。
银袍女子明眸略一转动后，对着在场的众人冷清说道。广场中的突兀人仙师自然没有其他意见，当即纷纷躬身离去。不过有些心中好奇的，还是不禁多瞅了巨鼎两眼。不久后，整个禁地就只剩此女和2名大仙师了。徐道友、孙仙师，还要麻烦2位护法2日了，以防圣兽在鼎中重铸灵体时有意外发生。这个自然，我2人也不想10余年心血，最后功败垂成。美妇不加思索的一口答应下来，俊秀青年倒是没有说什么，但是点了点头。银袍女子这才松了一口气，而这时鼎中传来了一阵雷鸣般的低吼声。银袍女子神色一凝，随即和这2人互望了一眼，当即肃然地在祭坛四周盘膝坐下。2日后，这座天蓝分殿响起了一声接一声的悠扬钟声，附近许多还未离去的各部落使者和低阶修仙者全都诧异地齐望向圣殿。结果只见圣殿后方有10余道遁光破空射出，化为一道绚丽的惊鸿，向着南面天空扬长飞去。虽然遁光速度太快，无法辨认出到底是何人在其中，但如此惊人的遁光自然不可能是低阶仙师，引起了不少人的一阵惊叹。而这些遁光没有任何停留之意，一路向南飞驰。3日后，天蓝草原第一大河天水河南端的一节水面上，一道青虹飞射而来，围着河面都转了一大圈，竟出现了一只牛首交身的赤红妖兽。此妖兽不算太大，只有3、4丈而已，但是通体却罩着一层青蒙蒙的霞光之中，有些模糊不清。而交手牛身之上，天蓝圣女衣衫飘飘站在那里，眼神流动，打量着水面。片刻后，天空骤然亮动了起来，遁光飞射而来，为首的正是2名大仙师。林道友，圣兽找到那人了？应该不会错的。那人既然随身带着如此多的噬金虫，即使放在了灵兽袋中，也瞒不过圣兽灵觉的。那人刚刚离开这里不久，应该就在前面不远处的。这人也真是够狡诈的，竟然潜入河下遁走的。我说如此多人，为何都无法发现其踪迹的？我们过去吧。好，我倒也想看看此人是否真的是阴罗宗长老，中了狐兄的大5行擒仙手，还能这般安然无事。徐某也想会会其神通。听说这人外表不太大，很年轻的样子，本夫人也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厉害角色。既然2位道友都如此心急，那我们走吧。银袍女子轻笑一声，额上银纹浮现，用某种上古语言和身下的牛首交身的怪兽躬声交谈了几句，然后那怪物鼻中哼了一声，化为一团青光，自顾自地激射而去。其余修士见此，急忙跟上。这一次沿着河面仅仅飞出了4、500里地，前方出现了一段狭窄许多的河道，接着从遥远之极的地方隐隐一道血影从水下冲出，随后远处血芒连闪，那个人骤然在原地消失不见。不好，那外族人竟然察觉到了什么，先施展秘术逃跑了，现在出现在了数百里之外的地方。这种人神识好强大，恐怕真有些棘手了。其他道友动作太慢，我们3人先走一步，将对方堵住，否则对方又有了小心，下一次就不好追踪的。稍等青年和美妇跟上，这位天蓝圣女果断异常地说道。另外2人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当即随手给落后一些距离的那些人发了一道传音符，稍微叮嘱了一下，3人就飞快地全力追去。虽然在如此远的地方，谁也无法用神识锁定外族人，但依仗圣兽分身的高深莫测神通，3人仍然是死死咬着韩立的尾巴，一路追了下去。这一跑一追就是1日1夜的时间。他3人虽然一连几次都被韩立用血影遁光
甩出了千里之远，但不久后就会再次调整方向，重新追上来。而被迫一连使用了3次解封之法的韩立，发现还无法甩开这3人时，心头蓦然沉了下来。